6岁小女孩因为口吃不能说话，母亲就买了只聪明的鹦鹉教她。可玛丽用尽全力却憋不出一个字，母亲不忍心女儿着急，就替她说出了答案。没想到父亲却突然大发雷霆，他指责妻子不应该这样，不然的话女儿永远都学不会说话。看到父母又因为自己争吵，玛丽害怕地捂住了耳朵。见她这么恐惧，英哥又开始教她说话。这一次玛丽终于跟着学了起来。其实她原本可以正常的说话，一直以来的阻碍都是父母的压力，这是她第一次在父母面前用力的发声。父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母亲更是兴奋地抱着她喜极而泣，一直笼罩着这个家的阴霾也终于散去。从此他们一人一鸟开始形影不离。小英哥也无时无刻地引导玛丽说话，教会了她很多单词，带领她认识了更多的事物。不论大树上的叶子，还是草丛里的花朵，甚至土地上的石块，都是玛丽从英哥的嘴里学会的。渐渐的，她的口吃得到了很大改善。然而当她开心地把这事分享给父亲的时候，却引起了父亲的焦虑，因为父亲认为英哥只会跟人学说话，不可能会反过来教人说话的。玛丽本想让英哥给父亲演示一下，然而英哥因为见识过他发脾气的样子，竟然害怕的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这让父亲开始怀疑女儿是否分不清幻象和现实。为了分散她注意力，当天父亲便给她带回来了一只大猫，希望女儿能从英哥的虚幻中走出来。然而都说一山从不容二虎，大猫一找到机会总会欺负英哥，房间内也总是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。关键时刻玛丽总能及时的出现，从猫爪下救下无力逃脱的英哥，不仅会温柔的拿起它把猫大骂一顿，随后还会告诉父母说英哥说了是猫先动手的。看到女儿的反应，父亲更加坚信了女儿过于虚幻的观点。她现在都已经6岁了，整天只知道跟一只鸟待在一起，也没有一个同龄的小伙伴，这让父亲十分的担心，便有了送走英哥的打算。没想到这番话恰好被楼梯处的玛丽听到了，因为恐高，英哥一直都没有学会飞翔。这晚玛丽打算教英哥如何飞翔，只要学会了飞，不管你被送到哪里都可以再飞回来的。然而不管他说什么，英哥也只是象征的扑闪2下，他始终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。无奈之下，玛丽只好爬出窗台亲自示范，结果刚爬出来就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花瓣，这也引起了楼下父母的注意。玛丽挥舞着双臂给英哥展示，只需要这样，然后往前一跃就可以了。然而还没等边上的英哥学会，脚下的窗台却因为年久失修突然坠落，玛丽突然从房顶滚落了下来，英哥担心的赶紧大喊救命。好在关键时刻玛丽抓住了房檐，与此同时听到动静的父亲也冲了过来，就在玛丽坠落的瞬间成功把她接在了怀里。看着窗户边的英哥，父亲把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咎到了他身上。玛丽说不清楚，父亲也不愿意听，母亲也阻止不了。就这样，英哥被装进了送走的汽车。得知消息的玛丽拼命的追赶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英哥被带走。她哭得撕心裂肺，一遍又一遍的大喊，希望英哥学会飞翔，然后飞回自己身边。英哥虽然也十分的不舍的，但被关在笼子中的他也是无能为力。几经辗转之后，英哥来到了一家当铺，老板本打算让他帮忙招揽点生意，然而为了能尽快回到玛丽的身边，他不管谁来都是满嘴的脏话。虽然不受待见，但好过每天独自一人的孤单。老板也一直把他留在了店里面，直到这天，一个老奶奶看到非常的喜欢，一番讨价还价后就从老板手里买了下来。然而一心想回家的英哥依然满嘴的脏话，还让他赶紧打开笼子好让自己回家。实在受不了的奶奶只好照做，依然没学会飞翔的英哥瞬间化身走地鸡，大摇大摆的就想直接走路回家去。然而他却小看了大街上的各种危险，还没走出去几米就差点被压成肉泥。接着他便灰溜溜的又走了回来，好在他的脸皮够厚，嘴巴够甜，一会的功夫就把老奶奶忽悠的心花怒放，并且愿意带他去找玛丽的家。等查找到具体的地址后，老奶奶坐上出租车带上英哥直奔玛丽的家。英哥远远的就认出了他们的房子，可惜的是玛丽他们全家早已经搬走了。看着房间内空荡荡的一切，英哥的内心仿佛也被掏空了一般。当得知玛丽一家搬去了洛杉矶，英哥希望老奶奶能带自己坐出租过去，然而却遭到了老奶奶的拒绝，因为这里离洛杉矶有4000多公里，不仅车费是一个巨大的开销，他这么大年纪也经不起这种折腾了。无处可去的英哥就跟老奶奶回了家。刚到房间，英哥就好奇地问老奶奶，你的房子为什么有4个轮子？其实这是一辆房车。以前老奶奶喜欢和丈夫四处旅游，就在他们准备一起穿越大峡谷的时候，丈夫因为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，从此老奶奶就将车子停在这里，再也没有发动过。英哥看出来老奶奶是在思念丈夫，于是说，这种感觉我也有深刻的体会，就像我思念搬去洛杉矶的玛丽一样。英哥天天都把玛丽挂在嘴边，老奶奶最终被他打动，决定帮他实现夙愿。老房车终于在雨过天晴后打破束缚，冲向未来。房车沿着洲际公路由东往西，从新泽西开往洛杉矶，一路伴着欢声笑语，朝着夕阳迎来月亮。车停在那里就在哪里稍作休息，他们披星戴月，日夜兼程，希望尽快赶到目的地。
遇到风景秀美的地方，老奶奶就会下车写生，英哥就为她充当模特。连日的赶路，老奶奶感觉越来越累，突然感觉视线模糊，血压飙升。等她发现对面的大卡车后，慌忙猛打方向盘，结果一头栽进了路旁的沙漠中。老奶奶顿时被吓坏了，只好找人帮忙。等医生检查后发现情况不太乐观，她已经有了失明的迹象，就连平时要用的梳子都已经找不到地方。英哥看到就赶忙用嘴叼起放到她的手里，还不忘亲吻老奶奶给予安慰。老奶奶很抱歉不能带她继续寻找玛丽，然而英哥却放弃了寻找玛丽的计划，因为他觉得这时候陪伴老奶奶才更重要，别的做不了，他可以做老奶奶的导盲鸟，还可以为她描述傍晚的夕阳有多漂亮。就这样，他们相依相守，不离不弃，一直到老奶奶去世，英哥再次变成了孤身一鸟。房车里只剩下老奶奶那空荡荡的床铺，床头的油画上是英哥展翅飞翔的英姿。然而恐高的他至今仍然是个走地鸡。老奶奶一直教导他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直面恐惧，只有战胜自己才能闯出一番新天地。英哥望了望天空，拍了拍翅膀，心中默念着老奶奶给予的希望。他腾空一跃，冲破了天际，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，仿佛一只绿色的精灵划破天空。他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这一刻他才摆脱了走地鸡的命运，成为了一只真正能飞翔的鸟儿。他飞过了风景如画的森林，穿过了鬼斧神工的大峡谷，他迎着朝阳出发，欣赏着日落停下。就这样，他全靠着自己飞越了数千公里，终于来到了大城市的边际。看着那一排排的摩天大楼映入眼帘，英哥想找个地方歇歇脚休息一下，于是飞进了一个老房子的院子里。没想到在这里邂逅了自己的梦中情鸟，他在水池边边唱歌边洗澡，瞬间就把英哥迷得神魂颠倒，赶紧上前就开始了自我介绍。没想到情鸟只是简单的回应下就起身飞走了，不甘心的英哥就直接跟了上去，结果直接跟到了情鸟的家，并且这里是一个小小的鹦鹉马戏团，老板只是随便勾引了一下，英哥就爽快地飞到了他的跟前。从老板的口中得知这里已经是洛杉矶，面对一只会说话的鹦鹉，老板也是很好奇，但他并没有想着把英哥占为己有，反而热心地帮助他寻找玛丽的地址。可是在翻遍了整个电话簿之后，他们并没有找到有关玛丽的任何信息，自己没得到准确的地址，加上有梦中情鸟的相伴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英哥决定暂时留在马戏团。英哥那绝对是敢爱敢恨，喜欢就直接表白。然而当情鸟说出那句我爱你的时候，英哥这才发现他也只不过会学舌而已，并没有自己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对他的喜爱。为了能跟心上人时刻在一起，他每天都会卖力的表演，让老板的马戏团场场爆满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然而好日子还没有过上几天，他就被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盯上了。小混混想要高价买下英哥，结果却遭到了老板的一口回绝。然而小混混却并不打算善罢甘休，既然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就让你尝尝是什么味道。这晚英哥又在卖力表演的时候，小混混突然报警说这里有非法活动。当大量的警车赶过来的时候，小混混就钻进人群中起哄，制造混乱，然后趁机用帽子把英哥盖了起来。当帽子再次被拿开的时候，小混混已经开车带英哥跑出了很远。当得知英哥是要寻找这里玛丽的时候，小混混就开车把他带到了山顶，先让他看了看洛杉矶有多大。在这里寻找一个人就像是大海捞针，想要找到他，我们就要有足够的经费，有了钱才能找更多专业的人帮你找。在小混混一番歪理邪说下，一心着急寻找玛丽的英哥相信了他的鬼话，随后跟他一起开始了狼狈为奸的生意。每天他们都会悄悄地守在取款机旁，英哥躲在旁边的绿化丛中当侦察。那时候的取款机还都是露天的，每当有人输入密码的时候，英哥就用那超强的视力记住密码。当他们取完钱离开的时候，边上的小混混就会走上前假装被撞，然后快速地顺走那人的银行卡。接下来英哥会带着银行卡来到取款机，把银行卡插入之后输入刚才记住的密码，接着一张钞票就顺利地取了出来。这家伙危险的工作全交给英哥了。就这样一天的合作下来，他们已经收获颇丰。相对于以前小混混偷鸡摸狗的生意，这已经算是走上了人生巅峰。然而他的女友对此却并不满足，他认为这些钱也只能衣食无忧，但他想要的是钻石豪车带泳池的大别墅。为了能让女友开心，小混混只好决定铤而走险去搞大的。经过几天的踩点之后，他们把一个富豪的家里当成了目标，让英哥趁着夜色去搞点金银珠宝。出发前，小混混还忽悠英哥，只要今晚把金银珠宝搞到手，明天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去找玛丽了。听到这，英哥立马兴奋地出发了，他从富豪的烟囱直冲而下。好在这时的壁炉内没有点火，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被直接烤熟了。很快英哥就找到了放在床头的首饰盒，用嘴巴拧开盒子上的钥匙后，凭借着在当铺学来的经验，英哥挑选了一件价值最高的项链。然而想要拿走的时候却发现卡住了，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成功。巨大的声音还差点把富豪夫妇吵醒。确定安全之后，他开始蹑手蹑脚地往外走，
然而却没注意到身后出现的一双脚，原来是还没睡觉的夜猫子小主人。他拉满手里的弓箭威胁英哥，举起手来放下嘴里的东西。听到声音的英哥赶紧照做。与此同时，看英哥一直都没有回来，小混混担心他出现了什么意外，于是顺着窗户的梯子爬了上来，正好看到了英哥被威胁的一幕。他刚叫了一声英哥，小主人的弓箭就直接朝他射了过去。小混混吓得一激灵，不仅关上了英哥逃生的窗户，还一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去。看情况不妙，小混混开上车子就跑，只留下英哥在窗前不断的大喊救命。然而巨大的动静却吵醒了熟睡的富豪，接着他就被富豪给捉住了。富豪把英哥送到了一个动物研究所，希望教授帮忙看看英哥的能力，没想到却让他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。虽然所长不相信鹦鹉有思维的事情，但喜欢研究的他还是好奇的把他留了下来。人们普遍认为人和动物的隔阂就是语言，如果能够实现语言沟通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打破了这种所谓的隔阂。于是他们之间就达成了一项交易，英哥帮所长完成他想要的研究，所长就帮他找到玛丽的电话和住址。英哥这一路走来，虽然遇到了很多好人，但也遇到了不少坏人。思索再三后，他郑重地问了所长一句 You promise? 所长当场给予了他非常肯定的答复。接下来的试验阶段，英哥的表现超乎想象，他的语言逻辑不仅远超12岁的孩子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就是一本移动的字典，就连骂人都能别出心裁。拥有了它，就等于拥有了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。届时所长便可以名声大噪。英哥原本以为很快便可以见到玛丽，然而所长的一个电话却击碎了他的梦想。本以为英哥已经睡着的所长，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打起了电话，但他完全低估了英哥的听力。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利用英哥套取科研基金，期间还无意中说出其实已经找到了玛丽的家庭住址，但他并不打算将英哥送过去，能否名利双收就看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了。听到这话的英哥顿时心如死灰，他知道自己又有一次被坏人骗了，然而聪明的他也不会因此善罢甘休。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，所长先是来了一场高谈阔论，等铺垫做好后，他便现场开始了实验。台下很多社会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准备见证奇迹。然而英哥却一点也不给面子，不论所长用什么办法，他只会不断重复地骂一句脏话，甚至还大骂所长就是一个骗子。大家的脸上都流出了失望的表情，当着众人的面让所长颜面尽失，看把他气得不轻，英哥就准备直接飞走。没想到所长却让出手，赶忙关上了房门。就这样，英哥落入了心胸狭窄的所长的魔爪。气愤的所长命人剪掉了他的翅膀。也正是由此刻开始，英哥再也不愿相信任何人，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就这样，所长对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，随后就将他关进了昏暗的地下室中。失去了自由的英哥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，但心底想要回到玛丽身边的想法从未消失。每当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总会唱起那首母亲哼给玛丽的摇篮曲。直到这天，一名新来的清洁工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找去。清洁工很快就发现了英哥，当看到一只鹦鹉在唱歌之后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话。本想走上前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，结果却不小心碰到了前面的蜘蛛网。受到惊吓的他手忙脚乱地打翻了一堆笼子，巨大的动静把笼子里的英哥也吓得不轻，他大叫着赶紧滚远点。清洁工顿时像见鬼一样的跑开了。他把晚上的见闻讲给了同事听，同事却全当听了个笑话。当他打扫所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了一本鹦鹉的百科全书，没想到正好在夹着纸条的那页看到了英哥的种类。他赶忙用纸条记下了这种鹦鹉爱吃的水果，到街上每种都挑选了一点之后，他带着水果来到了英哥的面前，不仅有软糯的香蕉，还有香喷喷的芒果。他只是切下一块芒果，英哥顿时就来了精神。虽然此时的英哥已经被饿得面黄肌瘦，毛发稀疏，但面对美食的诱惑，他依然不愿意开口说话。然而清洁工却拿着诱人的芒果不断挑逗他，希望他说出芒果2个字。结果前后还没有2分钟就把英哥给搞烦了。All right, man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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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-A-N-G-O, mango. Are you happy now? 听到英哥开口说话，清洁工还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看他还是拿着芒果不愿意递进来。英哥又说道：“赶紧给我吧，你这个满脸胡子的臭猴子！”看到他骂人，清洁工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赶忙来到所长面前报告这件事。所长虽然不信他再次说话，但还是带着众人来到了英哥面前。他想看看这么多年英哥又没有悔改，没想到英哥再次紧闭嘴巴不说一句话。失去耐心的所长只好又带人离开了。等所长走后，清洁工质问英哥为何刚才不给面子，英哥这才说出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都是因为自己会说话的本领害了自己。清洁工听到之后深有感触，因为自己又何尝不是飘零无遗。他本来在俄罗斯是个老师，年少时因为胆怯错过了最爱的人，现在又因为自己不精通英语，才在这里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。当听说英哥至今都没有玛丽的下落，清洁工打算帮忙实现这份夙愿，没有打开笼子的钥匙，他就直接拿来了一把老虎钳。英哥劝他不要这样做，
否则你将会丢掉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。然而此刻的清洁工并不在意这些，他将断裂的笼子掰开一个豁口，接着把手伸了进去。虽然不愿再去相信任何人，但清洁工的眼神是如此的坚定，带着心中那份寻找玛丽的希望，英哥再次选择了相信人类。为了找到玛丽的家庭住址，他们再次来到了所长的办公室。然而花了几个小时翻遍了这里，还是没能找到任何关于玛丽的信息。突然，清洁工想到了鹦鹉百科全书里的纸条，原来那上面正是玛丽家的地址和电话。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庆祝，所长已经带人来到了门口。看着桌上的英哥，他瞬间明白了一切，于是命令手下把英哥给抓住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清洁工的心中有些胆怯，但看到英哥在桌上拼命反抗的那一幕，他顿时变得不再懦弱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带走英哥。他不仅当面指责所长就是个骗子，还说以后再也不会为骗子工作。说完便带上英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所长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，他马上用对讲机命令全体保安出动。清洁工带着英哥穿梭在走廊中，很快就陷入了被包夹的处境。情急之下，他们只能进到身后一个房间，然后将房门反锁，寻求办法。好巧不巧，他们来到的正是所长的实验室，里边放置着大大小小的铁笼子，每一个笼子里都关着用来做实验的小动物。清洁工来到窗前，不断地摸索着，随后拿起一把椅子撬开了铁丝网。当他准备带着英哥逃出去的时候，英哥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不忍心看到这些生命被当作廉价的试验品，于是就打开了所有的笼子。另一边的所长终于成功打开了房门，没想到此时的实验室已经是一片狼藉，所有的小动物们正在举行着一场狂欢派对，而清洁工早就带着英哥逃了出去。他们一路不敢停歇，没多久就来到了纸条上的地址。此刻的英哥心中十分紧张，他不敢确定在见到玛丽后会不会幸福的晕倒。就在这时，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小女孩，英哥仿佛看到了当年熟悉的背影，于是边喊着玛丽边追了过去。然而等小女孩回头后，却是一张陌生的脸庞。看了看纸条上，地址也没有错，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就在他们一脸迷茫的时候，房间里突然走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她嘴里呼唤着英哥，眼里充满了柔情。原来她才是玛丽，只是长大了而已。英哥跟她分开了太久，他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了遥远的过去，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有点接受不了。他历经艰难险阻，飞越千山万里，只为寻找心爱的玛丽。没想到认亲的场面却一度陷入了僵局。他正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，背后却突然传来了那熟悉的旋律，那是只有母亲和玛丽才会唱的摇篮曲。听到这，英哥才彻底的相信，眼前的大美女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玛丽。随后纵身一跃，飞到了玛丽的手里。清洁工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份重逢，英哥再次投入了玛丽的怀抱，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鸟。幸福就像是绿色的精灵，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天际。阿英爱说笑是由约翰·罗伯茨执导，杰摩尔和海利·凯特·艾森伯格主演，上映于1998年的美国剧情电影。整部影片就像是一个温馨的童话故事，导演将镜头对准了一只鹦鹉，以他的视角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就是希望展示出一个充满机遇和温情的世界，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经历一次温馨的心灵洗礼，同时传递出亲情与友情之间的可贵。英哥因为会说话惹来了许多麻烦，被父亲当作怪胎送走，被小混混利用做坏事，被所长惩罚关在地下室。然而当每一次经历挫折之后，总会有一束阳光指引着他，老奶奶的陪伴与关心让他体会到了家人的温暖。表演团队的老板提供了避风的港湾，清洁工不顾一切地帮助他回到玛丽身边，这都是人性中闪耀出的光辉。最令人感动的还是英哥对玛丽的坚定，为了回到玛丽的身边，他克服了对飞行的恐惧，经历了被剪断羽翼的伤心，这一切都让最后的相聚显得弥足珍贵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，偶尔也会失去前进的动力，但一定要相信，一定会有一束光来到我们的身边。只要我们像英哥一样拥有坚定的信念，然后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寻找解决方法，最终就一定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